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是由川真由美所著的《与相处愉快的人和让人疲惫的人》一书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，这些人可以大致分为两类，一类是与之相处让人愉快的人，另一类是与之相处让人感到疲惫的人。与那些使我们心情愉悦、愿意长时间交谈的人在一起，我们的心情会变得更加轻松快乐。相反，那些让我们感到疲惫，甚至希望不再见面的人，则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负担。那么，这两类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本书详细分析了这两类人的特点，并进一步说明了如何成为一个让别人感到愉快的人，以及如何应对那些让人感到疲惫的人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与某些人在一起时会感到开心，并希望再次见面。同时也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让我们感到疲惫，甚至不愿再见。本书不仅解答了这些困扰，还教会我们如何变成一个让别人感到轻松愉快的人。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，而这本书将大大帮助我们改善和丰富我们的人际关系。让我们一起学习这本书，努力成为一个让别人感到愉快而轻松的人。通过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：第一，让人感到疲惫、不愿再见的5种糟糕特征；第二，如何成为让人想长时间相处的令人愉快的人的3种最佳习惯。我们首先从第一部分开始，即让人感到疲惫、不愿再见的5种糟糕特征。虽然这本书的重点是如何成为一个与人相处愉快的人，但在第一部分，我们将特意讨论相反的情况，也就是那些让人感到疲惫、不愿再见的人的特征。为什么我们需要首先了解这些让人感到疲惫的特征呢？因为在改善人际关系时，避免那些绝对不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相对容易且立竿见影的方法。通过了解并避免第一部分中提到的让人感到疲惫的特征，我们可以先避免错误的行为。当我们掌握了这些之后，再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愉快的人，逐步累积积极的行为。让我们从避免成为让人感到疲惫的人开始，逐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让人感到愉快的人，从而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。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适用的原则，减少负面影响往往更简单且见效更快，所以务必尝试一下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要介绍的让人感到疲惫的最糟糕的特征之一是过于积极。积极的人本身是很好的，他们总能看到事物的积极面，发现美好的事物。许多人可能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过于积极的人反而会让人感到疲惫，成为一种负担。当然，当您心情好、精力充沛时，与积极的人在一起是非常愉快的。即使对方的积极有些过头，您也能很愉快地相处。但当您身体不适或心情低落时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在这种时候，过于积极的人会让您感到能量被吸走，反而使您更加疲惫。因此，虽然积极的态度是好的，但过度的积极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。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在与人相处时，避免让他人感到疲惫。当然，不同的人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在自己情绪低落时，正是需要身边有积极的人来鼓励自己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可能会希望在自己情绪低落时，身边有一个更为平静的人可以倾听他们的心声，或者与一个平静的人在一起放松。例如，当您对未来感到困惑，或者您在认真思考自己现在的工作能持续多久，向一个过于积极的人咨询时，他可能会说：“别担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这样的回答可能会让您感到失望，因为您在认真地倾诉自己的困扰，期望得到更多深思熟虑的建议，或者更具体的建议。这时，您可能会觉得对方的回答太敷衍了。那些被积极等于好的、消极等于不好的这种观念所左右的人，可能会觉得自己必须一直保持开朗和积极的状态，因此往往会变得过于积极。然而，始终保持积极和开朗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。
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一直保持精力充沛，在某个时刻过度的积极态度，反而会适得其反，带来压力和疲惫感。实际上，当身体不适、心情不佳时，勉强装作积极心灵也是难以承受的。如果您认为积极的心态就是一切，过于依赖积极的力量，那么您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这一观点。保持积极的态度固然很好，但人类不可能总是保持积极的心态。根据自己的心情，有时接受消极情绪是完全可以的。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一样，都是我们正常的情感。关键在于诚实面对自己内心涌现的消极情绪。暂时的消极情绪是正常的，也是不可避免的。重要的是接受它们，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。没有必要勉强自己时刻保持积极的心态。有时候向别人倾诉烦恼或痛哭一场也是非常有益的。只有当我们学会面对积极情绪，同时还能面对消极情绪时，也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和接受真实的自己。此外，对于过于积极的人来说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，那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积极情绪强加给他人。积极的人通常认为积极的心态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因此他们常常期望别人也能拥有同样的积极态度。尽管他们并无恶意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们那样始终保持积极。同时，如果您周围的积极人士试图把积极情绪强加给您，那么你也应该重新审视与他们的关系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让人感到疲惫的最糟糕的人的第二个特征：突然情绪低落，并把周围的人搞得晕头转向的人。这种人通常被称为情绪化的人。当他们心情好的时候，确实是非常友善、亲切的人，待人热情。但当心情不好时，可能会板着脸或者发脾气，总之会让人感觉不舒服。大家身边应该也有这样的人吧？或者您自己是否也有这种倾向呢？与情绪化的人相处会非常令人疲惫，因为他们的情绪变化无常，您总是会担心他们何时会突然爆发。当他们情绪低落或发脾气时，您可能会感到不安，担心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。因此，您不得不时刻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，受到他们情绪的左右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长期的压力。坦率地说，对健康非常不利。如果您身边有这样情绪化的人存在，首先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。他们情绪不好，并不是您的错，而是他们自己的事情。为什么他们的情绪会变坏？根本无需去过多考虑，因为通常原因并不重要，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心情不好，受到了一些小事情的影响而已。他们可能因为一些小事情感到愤怒，就像小孩子因为一点小事情而哭闹一样。第二天，他们可能就忘记了这件事情，而我们却在那里担心浪费了时间。我们不是小孩子了，自己的情绪掌控是我们自己的责任。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。当然，对方情绪不好也是理所当然的，那是对方的责任，不必太过在意对方的情绪，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。有些人可能会考虑对方的感受过于婉转，但是请记住，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温柔是没有意义的。即使您对他们说了温柔的话，也会得到一样的回报。所以，我们应该理解这样的人，否则您可能会因此感到疲惫，甚至导致精神上的困扰。当情绪化的人不开心时，您改变自己，并不会让他们的心情好转，相反，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开心。即使只是和这样的人待在同一个空间里，也可能感受到压力或不快感。但如果您不得不与这样的人相处，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心里建立一道墙壁，构筑一道屏障，来与他们隔离开来。也许您可以把对方想象成一个无法控制情绪、不停哭闹的婴儿，和坐在同一列火车上不停哭闹的婴儿相比，您可能会觉得不用耐心地等待他们的情绪平静下来。顺便说一句，有些人也许会想着改变情绪化人的性格，或者希望他们调整自己的情绪，但总的来说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改变别人的性格极其困难，而且心理方面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因素的影响。即使情绪化的人自己想要改变，也很难做到。所以，如果您身边有情绪化的人，最好不要试图改变他们，因为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几乎是无法改变的。
您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免与他们接触，或者如果在工作中不得不相处，就在心里筑起一道屏障，千万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，因为那可能会让您疲惫不堪，甚至导致心理问题。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情绪，但如果您自己就是情绪化的人，那么你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多麻烦，让人觉得和您在一起很累。所以您需要想办法改变或减轻自己的情绪波动。如果您意识到自己情绪化，不妨试着改变一下思维方式。首先，自我认知和接受自己作为一个情绪化的人是至关重要的，这是改变情绪化的第一步。当你感觉自己即将发火或情绪低落时，试着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情绪，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生气，为什么会这么不开心。通过这样的反思，您可能会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。通过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情绪，您可能会逐渐平静下来。反之，如果在探索烦恼原因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那么您就需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问题本身很大，您感到烦躁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无论哪种情况，首先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烦躁，为什么会不开心，这是改善情绪化的方法。养成客观看待自己的习惯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第三个让人感到疲惫的最糟糕的人的特征：过分热心的人。这种过度关心他人的人，通常被称为过分热心。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关心他人、善良的人，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很了不起，能够考虑别人的感受。然而，有些过度关心他人的人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扰，甚至称之为热情过头。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就是那些总是在工作或者私人生活中插嘴给出建议的人。当然，他们当时是出于善意，真心为我们着想才会这样做。但问题在于，尽管对方出于好意，我们也不能无限制地接受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他们的所谓热心建议不中肯，那就更糟了。如果我们表现出不太愿意接受的态度，比如表示这不用那么麻烦，他们却生气了或者不高兴了，甚至开始责怪我们不懂得感恩，不明白他们是为了我们好，有些人甚至可能发脾气或者不悦。到了这一步，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了。当然，一开始他们可能只是出于好意给予建议，但一旦情况恶化，这种所谓的热心行为就成了一种麻烦。这种反复给他人带来麻烦的行为，如果身边的人经常如此，毫无疑问我们会感到非常疲惫。为什么别人的好意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呢？因为过度热心的人只能用自己的主观看问题，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，试图说服对方认为自己是对的，而对方是错的。这种行为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表现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给出的所谓热心建议，实际上是出于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，是一种强加的好意。这种人通常是自我为中心的，表现出一种自我陶醉的善意和友善，试图通过得到感激来满足自己的认可需求。然而，这种麻烦的地方在于，即使是自己也很难意识到这种真正的意图。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只是在为对方着想并提供建议。那么，如何区分出这种自我为中心的善意和真正为他人着想的善意呢？答案就在于是否真的将对方放在首位。真正善良的人的关心是基于对方的喜悦而产生的，是出于对方的利益考虑。因此，即使被告知不需要，他们也会道歉，并试图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。他们不会使用强迫性的逻辑，或者提出“我帮你是出于善意”这样的论点。当你想要给对方提供真诚的建议时，请考虑一下，如果对方拒绝了，你会怎么想？或者，如果对方不采纳您的建议，你会怎么想？请思考这些问题，看看自己内心是否隐藏着满足被认可的欲望。意识到自己内心的这种欲望至关重要。当然，拥有被认可的欲望是人类的基本情感，没有错。但是如果不承认自己拥有这种欲望，却将自己的建议强加给他人，那会变成不受欢迎或者与之相处很疲惫的人。如果想要改善这种情况，首先尝试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，让自己更加坦率。在表达善意时，让“如果您不需要的话，请告诉我”成为口头禅。
同时加上因为我喜欢做这件事这样的说法，也可以减少给别人带来的干扰。当对方拒绝时，不要固执己见，而是轻松的退后。通过真正为对方着想的行为，你会发现，当他人感到高兴时，你也会感到快乐，从而让双方都能够幸福。请务必避免强加自己的想法，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。另外，如果身边有热心的人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样的人通常不是有意为之，因此很难避免。首先考虑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太容易接近的人。对于热心的人来说，会觉得比较棘手的人，因为热心的人提供的帮助背后，通常隐藏着满足自己虚荣心的欲望。他们倾向于给那些似乎会听从他们建议的人提供建议，而避免那些可能会产生负面反馈的人。因此，要避免被这样的人烦扰。您需要坚定地持有自己的观点，让那些不太愿意倾听您意见的人觉得你很难以对付或者很有主见。当然，如果做得太过分和太明显，可能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。所以，我们在平时要表达感激之情，满足对方的自尊心，同时坚持自己的真实想法。比如，当对方给出建议时，您可以说：“原来如此，这个想法也很有道理。谢谢您的建议，但我打算这样做。”或者我的重要价值观是这样，所以我想这样做。虽然和您的想法有些不同，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。如果能够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对方就不会再试图给您提建议了。另外要注意，不要完全摆出被动的姿态，而是表达感激和尊重。比如说，谢谢您的建议，我会考虑的。这样也能避免产生争执。我认为这是最明智的做法，请务必尝试一下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第4个让人感到疲惫的最糟糕的人的特征：过度谦虚或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。在日本，谦虚被视为美德，也有不自满才会进步的文化。因此，过度谦虚或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的人比较常见。当然，谦虚是一种很好的品质，能够关注周围的人是很了不起的。但是如果这种行为过度，也会带来问题。比如，过分谦虚的人通常缺乏自信，容易让周围的人感到不安。因此，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时，常常需要给予额外的支持和关心，这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。另外，过于在意他人看法的人也会带来问题，总是担心自己的言行会遭到别人的反感，会让人觉得您缺乏主见，只会迎合别人的意见。比如，当朋友询问您今天想去哪里吃午饭时，您总是回答我都可以。这样的回答可能会让人觉得您缺乏真实想法。如果您其实有自己想去的地方，却因为过度顾虑他人而不敢说出来，这种状态并不正常。如果一直回避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周围的人也会感到不安，因为他们无法了解您真正的想法。同时，自己的想法得不到表达，也会让您觉得自己缺乏信任他人的感觉。能够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是对他人的一种信任。因此，总是隐藏自己的情感，只顾着顺应别人，会让对方产生不信任的感觉。如果您是一个过分在意别人看法的人，那么首先要从相信对方开始，即使您表达了一些真实的想法，对方也不会因此讨厌您。相反，通过表达真实的想法，他们更有可能喜欢您。所以，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，不必过分在意他人的想法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因为事实上，人们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总是在意您。而且，如果您不诚实地对待自己，那么您就不可能获得幸福。只有您自己对自己的幸福负责。所以，只要不给别人带来太多麻烦，就应该坚定地说出您想说的话，去做您想做的事情。这是让自己的人生幸福的最重要的事情。另外，过于在意他人看法的人，往往会过度关注自己的形象，担心别人会不喜欢自己，但这样做真的合适吗？相反，更好的方法是尝试去了解他人，去看到他们的优点，这样关系会更好。过分在意他人的人，在试图获得他人喜爱之前，最好先努力去喜欢对方。这样做不仅可以让您更喜欢对方，而且还可以让您摆脱对他人看法的束缚。所以，我希望您能够自由地做真实的自己。接下来，我想谈谈第5个让人感到疲惫的最糟糕的人的特征，那就是喜欢说别人坏话的人。实际上，有多少人喜欢说别人坏话呢？令人意外的是，很多时候这种习惯往往并不自知。
因此，很多人可能并不意识到自己常说别人的坏话，但却不知不觉地说了很多。因为有时候说别人的坏话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减轻一些压力，特别是在遭受欺凌、别歧视等不公正对待时，大家都有可能会倾向于说些负面的话来抵消自己的情绪。当然，在这些情况下，对方确实是不对的，但向别人抱怨或说别人的坏话，并不是一个好的行为。因为虽然说坏话会让你感觉好一点，但您心中可能会留下不愉快的情绪，而且对于倾听您抱怨的人来说，也会让他们感到不愉快。换句话说，说坏话是一种不考虑对方感受的行为。在说坏话时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而对方是错误的。然而，负面的言论并不能带来积极的改变，相反，它可能会吸引更多负面的事情发生。因此，即使您最初可能是受害者，但如果您一直在周围说别人的坏话，别人会觉得与您在一起很烦躁，甚至觉得您不是一个开心的人，从而与您保持距离。当然，每个人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，都会有抱怨的自然情绪。作者认为，完全不说坏话是非常困难的。但是，当您觉得自己快要说坏话时，希望您能时刻检查自己是否总是说着相同的坏话。另外，当您说坏话或传播流言时，希望您能意识到，您在花费自己宝贵的时间来对付这些令人讨厌的人。当您考虑到您在为这些人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时，或许就会觉得说坏话有点愚蠢了。假如今天是您人生的最后一天，你会怎么想呢？我希望您考虑一下。您应该明白，这是在浪费时间。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愉快的度过，聊一些开心的话题。所以，请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讨厌的人身上了。让我们放下对那些讨厌的人的纠缠，花时间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让自己快乐起来吧。当你有自己的目标，过着快乐的生活时，您就不会太在意别人了。避免与欺凌、性别歧视等讨厌的人打交道，可能有些困难，但您可以决定是否把这些转化为说坏话。希望您从今天开始不再说这些给您带来不快的坏话。接下来第二部分，我将分享如何成为让人想长时间相处的令人愉快的人的3种最佳习惯。第一种，成为与之相处令人愉悦的人的最佳习惯之一。立即放下手机，在交谈中使用手机是不礼貌的。我将对此进行详细解释。想象一下，有人对您说跟您在一起真的很开心，这种感觉是无与伦比的。大家在交谈时是否经常一边看手机一边说话呢？即使是我们在说话，如果对方在看手机，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满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当别人在说话时，我们自己也会不自觉地看手机。这就是智能手机对现代人生活的影响。不看手机而专心与他人交谈，可以让我们与他人区别开来。现代人在交谈时，甚至会不自觉地瞥一眼手机，这是习惯所致。而能够让人感到与之在一起很愉快的人，是那些重视对方的人。对于那些一边听对方说话，一边看手机的人来说，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尊重对方。所以，当与人交谈时，请尽量把手机放在一边，从心底忘记它，仅仅做到这一点。在这个每个人都在看手机的社会中，您就会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人。接下来，我将解释成为一个与之在一起很愉快的人的最佳习惯的第2种，即是口头禅是谢谢。能够夸奖别人的人，在人生中获益多得多，特别是夸奖身边的人，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希望大家能够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去做。但是，突然想要夸奖身边的人，可能会显得不自然。所以我建议您从能够传达感谢之意的角度来考虑。大家身边肯定有很多想对家人或朋友说声谢谢的场合，但是由于感到害羞或者不习惯说谢谢，很容易就把这句话憋回去了。然而，没有比谢谢您这句话更让人高兴的话了。从身边人口中听到的感激之词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为他们注入能量的了。因此，让我们把谢谢您作为口头禅。但请记住，虽然这句谢谢您常常被随意地说出，但如果没有真心诚意，那就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，请尽量用心地说出这句话，让对方能够感受到您的真诚之意。
比如谢谢您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，或者谢谢和您聊天让我感到很开心。通过结合自己的感情来表达感激之意，让对方能够直接感受到您的情感。另外，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说声谢谢，也可以肯定对方的存在，让我们怀着感激之心生活。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时光，都要怀着感激的心。接下来，我将解释成为一个与他人在一起很愉快的人的最佳习惯的第3点：始终把目光投向快乐的事情。目前，有些人只看到事情的消极面，但也有些人专注于事物的积极面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专注于积极、快乐和美好方面的习惯。这样一来，您的心情就会变得更加明朗。而且，当您只看到别人的好的一面时，您会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他们，接着对方也会开始喜欢您。总是享受生活的人，往往给人留下很有魅力的印象。他们总是能够欣赏生活中的乐趣，这也是吸引人的地方。无论处于何种环境，他们总能找到快乐的源泉。虽然要突然改变性格可能有些困难，但通过培养专注于快乐的习惯，您的心情会逐渐变得更加明朗。我真诚希望您能够尝试一下，学会享受生活，专注于事物的积极美好方面。这样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感受到快乐，给人留下魅力十足的印象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